大会主席苏家全院长，现场的各位贵宾，电视机前以及网络上收看直播的全体国人同胞，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07年的生日，现场有许多来自全世界的各地的侨胞跟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欢度国家的庆典。我要代表台湾人民跟远道而来的各位，致上最深的谢意。在国庆的这一天，我们不只要共同庆祝，更要一起思考国家的未来。过去的一年，新的国际的局势正在考验着每一个国家，当然也考验着我们。政府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如何从挑战中发现机遇，如何在变动中找出国家最佳的战略跟出路。今天我就要借用这个机会，向全国的人民完整的说明我们政府的因应之道。相信大家都观察到，国际政经的局势正在面临剧烈的变化。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让国际产业分工出现重组，也对原有的经贸秩序带来了冲击。在此同时，印太地区以及两岸关系的复杂度也相应的升高。中国试图挑战区域现状的作为，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台湾位处于西太平洋的第一线，自然承受巨大的压力。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单方面的文攻武吓跟外交打压，不但伤害了两岸关系，更严重的挑战了台海的和平稳定的现状。面对打压，有些人希望政府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不过也有另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要退让、妥协。但是各位，越是剧烈的变局，台湾就要维持稳定，以沉着的态度化解压力，冷静地寻找生存的利基。这是2年多来我一贯的坚持，维护2300万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的方式，捍卫中华民国的永续发展，维持台海的和平跟区域的稳定，这是全体台湾人民最大的公约数。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跟政党都应该要坚持捍卫到底。当全世界都在因应中国势力扩张的同时，我所领导的政府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强韧。捍卫台湾的最佳方案，就是要让台湾在世界上变得不可或缺，也不可取代。外在力量企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的现状的做法，不可能被台湾人民接受。任何违反普世价值的主张，也绝对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跟支持。我要再一次呼吁北京当局，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在区域及全球扮演良性的角色，而不是冲突的来源。作为总统，我要向大家保证，我们不会贸然的升高对抗，也不会屈从退让。我不会因一时的激愤走向冲突对抗，而让两岸关系陷入险境。我也不会背离民意，牺牲台湾的主权。在变局当中，我们绝对不能错估情势，激化冲突或者妥协屈从，都只会自私一焚。我们的因应之道就是求稳、应变、进步。这条路虽然充满了挑战，
但却是现阶段台湾必须稳定前行的道路。有效的因应策略，直击在坚强的国力。所以，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强化国家安全，强化经济实力，强化社会安全网，不断地壮大台湾后置实力，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不可替代性，这才是台湾永续生存的利基。当前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传统国防军事安全，外交的施压、社会渗透，甚至经济的安全，都是可能造成威胁的手段。当务之急就是建构整体战略，启动国家安全强化的工程。国家安全整体布局的第一个面向，就是在外交上强化价值的连结，建构台湾不可取代的战略的重要性。台湾拥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面对国际变局，我们的战略选择相当清楚，就是要坚守自由民主以及市场经济。这两项根本的价值是台湾今天成为亚洲民主典范以及发展经济实力的重要的基础。过去2年，在中国的压力之下，我们坚持价值理念，展现高度的韧性，让越来越多理念相近的国家表达中华民国对中华民国台湾的支持。尤其是美国最近不仅国会通过了许多友台的法案，日前彭斯副总统也公开谴责中国打压台湾的外交，并且肯定台湾的民主制度。和台湾共享民主价值的日本，无论是在国际场合的声援，或者是天灾时的相互协助关怀，都让两国的友谊越发的密切。前一阵子，欧洲议会也通过决议，肯定台湾民主发展，同时也呼吁欧盟国家全力遏阻中国武力挑衅台湾，破坏台海和平。我们也很多的友邦积极地为台湾奔走，呼吁国际合作不应该遗漏台湾。今天，3位为台湾仗义直言的好朋友，巴拉圭的阿布多总统阁下，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的席顿总督阁下，以及圣露西亚的查斯纳总理阁下，也出席了我们的国庆典礼。让我们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表达最诚挚的感谢。现在，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这3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国家安全整体布局的第2道面向，就是提升国防战力。重城贺主，防卫固守，是我们的军事战略。它的核心价值就在提升中华民国国军的战力。我曾经说过，只要蔡英文当选总统的一天，任总统的一天，国防预算每1年都会稳定的成长。我们坚持的部队跟战备，绝对有能力捍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在此，我也全力强化国防自主的能力。今年的6月，我到汉翔公司主持高教机的开架典礼。今年的8月，我也在海军司令部宣布新海军起航，重启延宕多时的高教机国造跟潜舰国造计划，将引领国防工业迈向新时代。未来的国防工业不只能够强化国军的战力，更能够透过带动产业升级跟群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动力。国家安全布局的第3个面向是阻止外来势力对国内进行渗透破坏，确保民主制度跟社会经济正常的运作。台湾的多元的民主是我们坚决守护的价值。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国家利用台湾社会的自由来进行渗透、制造乱象，
我们一定会用尽一切的方式来防范，绝对不会做事。无论是制造、散布假消息、非法窃取科技情报，还是蓄意破坏资讯安全系统，甚至企图用各种方式介入选举、干扰政治运作的行为，只要罪证确凿，我们一定严办到底。针对系统性来自特定国家背景的假消息的传播，我们也会加强跨国合作，不仅仅是交流经验，未来更要建立查核跟通报的机制，共同来因应这些假消息对各国的社会的稳定所带来的破坏和冲击。国家安全整体布局的第4个面向，就是全球经贸战略的重整以及全新布局。面对美中贸易的冲突和全球经贸秩序重建的巨大的变局，我们必须调整台湾在区域发展跟全球供应链的角色。我们要以中大型的台商在区域分工的整合能力及全球布局的能量，加上中小企业的活力，来开展全新的战略布局，催化台湾经济全面的转型升级。我们要做3件事情，3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从产业结构及资源互补的角度，在研发跟尖端制造领域和美、欧、日等工业先进国家建立紧密的产业分工及技术连结，创造全新高效率的供应链。第二，从资源及市场共享的角度，在具发展潜力的新南向国家及其他的新兴市场，透过多元的合作，共同打造有关经济发展及民生福祉的关键产业链，促进经济的共荣发展。第三，在我们的邦交国，协同当地的政府，共同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以及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打下经济永续的发展基础，也为台湾开辟未来的新市场、新生产基地以及全球布局的新据点。在经济实力的强化上，我们必须要强力的推动经济转型，有效率的执行基础建设计划，认真的解决5缺的问题，并将经济成长的利益由全民共享。经济转型的关键在科技，政府正努力朝系统导向、软硬整合、军民合一以及国际链接4大目标，快速提升科技的水准及研发的能量，以作为经济提升的重要的基础。我们用新的思维拆解了不合时宜的框架，也松绑了阻碍竞争的约束，带领产业走向新的机遇。在这个当中，5+2产业创新计划已经有效驱动产业升级转型，导入智慧制造的机械产业，去年的产值已经突破1兆元，精密度跟附加价值也更上一层楼，带动了航太、物联网以及医材的制造水准。另外，非核家园的目标也确立了绿能发展的蓝图，并吸引国际离岸风电大厂前来投资，连带的新的风电产业链也正在逐渐形成。我们也要强化多元的国际布局，产业才有能力在面对变局的时候快速调整供应链来因应。行政院已经组成专案小组，协助台商多元布局生产基地。愿意回台湾投资的台商，我们鼎力相助。如果希望到其他国家投资布局，我们也会全力支援。今年潜在基础建设计划的第1期特别预算已经开始执行，建设的效益会逐渐的展现，对扩大内需的贡献也在发酵当中。这当中的绿能、数位、水资源、轨道、城乡，是下一个阶段台湾要优先投资的基础建设。在彰化，透过绿能、绿电的税收，政府有了稳定的财政基础，可以确保学生营养午餐，
社会福利实施的财政平衡，在原乡部落以及偏远的地区，我们铺设的宽频建设，让小朋友透过网络跟世界连接，拉近城乡的差距。在水资源的建设上，透过石门水库中庄调整池、湖山水库下游自来水工程、曾文水库防淤隧道的兴建，我们稳定了从北到南的供水。那么，因为极端气候强降雨所造成的局部的地区淹水的问题，也正透过各地的滞洪池、人工湖、河川整治和下水道清淤等工程，希望做到快速减灾的效果。在交通建设方面，东部地区透过苏花公路改善计划、南回公路改善计划，已经初步看到成果。大家所关心的轨道建设，我们也加紧努力，强化进入东部地区的铁路系统，以及花东之间的铁路系统，让环岛的铁路系统更加的完备。连接北部都会地区的基隆轻轨、新竹轻轨，串联中部区域的台中三手线，以及捷运绿线延伸彰化方案，还有高雄捷运红线延伸、黄线新建等案，从南到北，许多新建的计划都已经展开规划，并且陆续进入核定的阶段。轨道建设的发展，不仅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更能有效地减少汽机车造成的空气污染。大力推动前瞻基础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改善投资环境，均衡区域发展，为台湾的下一个世代创造更优质的环境跟生活。我们致力于改善产业的投资环境，企业所关切的生产元素，包括土地、水、电、人才、劳工的五缺问题，在赖院长做实事的态度下，一项又一项的逐步的解决。请大家回忆一下，去年的夏天，能源供应十分的紧张，供电警戒的橘灯一共亮起了66天。今年夏天，无论是天气跟景气都比去年热，但是供电警戒的橘灯一天也没有亮过，我们度过了供电的危机。我们再回忆一下，今年的上半年，西部地区降雨很少，大家都担心缺水，但是透过开源节流调度和备源的措施，再加上我们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我们也安然地度过了挑战。前阵子，台积电、华邦电、力晶等大厂都加码投资台湾，国际大公司 Google、微软、思科、Facebook 都有准备在台湾设置研发中心，有些是提出新的合作计划，这些代表了我们改善投资环境的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厂商的肯定。当经济结构转型的工程启动，基础建设开始兴建，投资的环境呈现改善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经济复苏，跟台湾经济也开始稳健的成长。2年前，我们走出了连续3季的衰退。今年1到5月的失业率是18年来同期的新低。2017年实质总薪资更创历史新高，结束了薪资倒退10几年的窘境。经济指标变好，当然令人欣喜，但是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怎样将经济成长的红利分享给所有的人民。今年我们把军公教调高薪资3%，带动了企业加薪的风潮。我们也加速调涨基本工资，明年起将达到23100元，终于摆脱了22K。此外，我们也为学贷增加了4年的宽缓期，减轻学贷族的负担。明年起生效的租税改革方案，优化税制也兼顾租税公平，大幅调高4大扣除额，未来月薪3万元以下的民众就不需要缴个人所得税，有学龄前的儿童的家庭免税额也大大的提高。
在健全社会安全体系方面，2016年我刚刚就任的时候，大家最忧虑的就是房价太高，长辈没有人照顾，育儿负担沉重，社会治安不佳，毒品泛滥，动摇国本等问题。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全体系可以说是百废待举。因此，这2年来，我们几乎是用急行军的速度来健全社会安全体系。有关居住正义的问题的社会住宅，透过多元的兴办，目前完工和正在兴办中的已经超过24000户，加上后续开工的案件，今年年底总户数将可达到35000户。在问题最严峻的双北市，近2年已经有超过5400户陆续入住。我也去视察了其中几个，无论是质或量都令人满意。民众迫切需要的长照服务，现在升级成长照2.0，只要打1966长照专线，就有专人来协助。我们扩大了服务对象跟范围，我们也提高了待遇，使得更多人投入长照的服务，增加了服务的供给，让更多的家庭的需求被满足。因为这些努力，最近1年增加接受长照服务的人数，在最近1年增加了超过50%，而接受喘息服务的人数，最近1年则增加了1倍。生育率低已经成为国安问题，我们除了提供津贴，更透过准公共化系统的建制，朝公共化教保的目标迈进了一步。目前，准公共化跟公共化的托育共可以提供评价收托量达56000人，比过去更加的普及。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减轻家长的负担，生育率就有机会改善。大家所关心的治安问题，我们透过科技协助、智慧部署警力，犯罪发生数确实呈现下降的趋势。我们也对组织犯罪跟诈骗进行全面的扫荡。今年到现在，检警依违反新修正的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积极的打击包括诈骗集团、帮派在内的各类犯罪组织，起诉超过1300人。今年的2月跟6月2波的安居弃毒方案，查获各级毒品高达9700公斤，所逮捕的制毒者、贩毒者跟药头加起来超过1900人。我们更在4年内投入100亿的经费，执行新世纪反毒的策略，将毒品的网络从社会连根拔起。各位国人同胞，国家的方向，国家发展的方向已经在改变。改变并不可怕，因为改变是为了因应世界的变化，让台湾能够继续的屹立不摇。改变也是为了改正过去的错误，让我们把国家交给下一代的时候，不会再有难以承担的包袱。所以这2年多以来，我们全力冲刺国政的改革。国家要进步，就不能走回头路。年金改革，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因为我们不能让每一个世代都陷入财务危机的悬崖边缘。非核家园也不能走回头路，这不只是为了核电厂所在的新北和屏东，更是为了世世代代的台湾人能免于核灾的威胁。转型正义更不能走回头路，过去执政者犯的错误，现在的政府更要勇于面对。透过厘清真相、汲取教训，民主才会向前跨大步。改革也许有阵痛，但是在10年、20年之后，下一代会感到，也会感谢我们此刻的选择。这是考验领导人意志的时刻，我会把这个重担扛起来，带领国家往正确的方向走。在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今天的国歌领唱代表，他们是一群
灯塔的守护者。我们全国各地的海岸有36座灯塔，有一群人负责守护着灯塔，维护海上航行的安全。我要代表国家，感谢各位忍受着孤独和艰难照亮的海岸。台湾就是一个灯塔，我们的民主转型不仅照亮了自己曾经走过的黑暗，也为所有追求民主的人们提供了暗夜中的光芒。所以，在香港，在中国大陆，以及在世界上各个角落追求民主的朋友，请往台湾的方向看过来。台湾的民主会照亮世界。当世界看见台湾的美好，台湾就不会孤独。我要告诉国际友人，这条路我们会勇敢、坚定地走下去。台湾的民主也许吵吵闹闹，但我们一向因台湾而团结，因团结而坚强。因为这个国家属于2300万人民，这个国家要完整地传给世世代代。我们始终相信，台湾人能用独特的坚韧，面对从来不曾停止过的内外挑战，团结起来，让国家更好。这就是今年国庆的主题“台湾共好”的最佳写照。最后，我要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谢谢大家。